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传统小甜点——杏仁豆腐。但是在做杏仁豆腐之前，想要先跟大家讲清楚“杏仁”二字到底指什么。我估计你们应该都听说过甜杏仁、苦杏仁，还有南北杏以及大杏仁这几个词吧？是不是觉得很容易混淆？那其实这个就是大杏仁，它一般可能会叫做什么美国加州大杏仁之类的名字，但是呢，它真正的名字其实应该是扁桃仁。就几年前曾经为它证明过一次，当时为它证明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觉得叫它杏仁和我们传统的杏仁会混淆到一起，让大家分不清楚，所以现在通用的叫法是扁桃仁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如果你在烘焙的方子里头看到有写杏仁粉或者是杏仁片，一般来说都是指这种扁桃仁。比如像马卡龙，一般说要用到杏仁粉，那就肯定是指用它磨成的粉，而不是我们传统的杏仁。它的英文叫 almond。然后如果你们分不清的话呢，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它还是新鲜果实的时候的样子。其实看这个图片就非常清楚能看出来，它在新鲜果实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桃子的样子。而所谓的南北杏呢，才是我们传统中所指的杏仁，它们分别对应甜杏仁和苦杏仁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甜杏仁是甜的，苦杏仁是苦的，听起来很像废话，对吧？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区分哦，这两种杏仁看起来很像。那苦杏仁呢，一般市面上比较少见，你可能要到中药房才能买到。甜杏仁会稍微大一点，一般的食用的方子里头用到的都是甜杏仁。那苦杏仁需要注意的是它有小毒，因为里头含有氰化物。不过苦杏仁的毒性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强了，不用太害怕。如果想像安陵容那个样子用它来自杀的话，可能要吃个10公斤才够吧，所以日常就少量使用其实没有关系的。这苦杏仁好吃得很呢。那我们传统的杏仁，不论是南杏还是北杏，其实跟扁桃仁的味道是天差地别的。如果你们看过柯南的话，应该有印象吧？里头有很多受害者死了之后，都说嘴里传出苦杏仁的味道，然后推算出他氰化物中毒。他的嘴巴散发出杏仁的味道，这位大叔应该是中了氰化物之类的毒。就其实这个氰化物的味道，它就是苦杏仁标志性的那种味道。大家如果喝过杏仁露啊，或者吃过杏仁，应该都会有那个印象。它的味道其实主要就来自于这个氰化物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既不用扁桃仁，也不用苦杏仁，今天主要用的就是甜杏仁，也就是所谓的南杏仁。这个在一般超市里头都可以买到的。首先，甜杏仁需要泡水，至少4个小时。旁边琼脂也需要泡水，跟杏仁是一样的。泡好的杏仁会胀发一些，如果你的杏仁有皮的话，还需要去皮；没有皮就直接捞出来，放入搅拌机。先加250毫升的清水，高速打碎，要打到几乎看不出残渣，感觉像杏仁奶一样。接着要过细纱布，纱布可以垫个2、3层，这样滤出来会更细腻一些。再往杏仁奶中加入牛奶。这个琼脂泡过几个小时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，有点透明，然后这样软软的。其实除了琼脂之外，也可以用吉利丁哦，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琼脂的口感，因为它凝固之后呢，会定型的很好，并且有一定的碎裂感。这个碎裂感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吉利丁的话会比较口感软 Q 一些，这个看你自己个人的口味了。直接捞出来丢进去，再加冰糖，小火开始加热。因为琼脂没有那么好溶解，所以在烧的过程中一定要不停地用刮刀搅拌。如果你感觉它溶得很慢呢，可以用蛋抽辅助一下，一直到杏仁牛奶都煮开，并且琼脂也基本上都溶掉，看不到什么颗粒了。不过还是需要再过筛的，因为琼脂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溶的部分。筛到2杯之后呢，我会再过一遍筛，目的是去除里头所有的气泡。注意筛网贴着模具，慢慢倒进去。你用任何方形、圆形的模具都可以。我用的这个玉子烧锅正好大小合适，并且是方形的，所以就用它了。放入冰箱冷藏。琼脂定型是很快的，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。脱模之前呢，用手指轻轻地剥离一下边缘，再反扣过来，就可以轻易地脱模了。切成你喜欢大小的小方块。吃之前可以再淋上一些糖桂花，因为我觉得它甜甜的会更好吃，我会更喜欢加一点糖桂花在上面。
现在杏仁豆腐就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整个过程就是搅一搅、打一打、动一动就好了。自己打出来的杏仁奶会有非常浓郁的杏仁香味儿，但牛奶的加入又让杏仁的气味不会太过浓重，再加上我刚才说的琼脂那种很清爽的口感，整个是一个很适合夏天吃的清凉爽口的小甜点。做起来也挺简单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琼脂的特性是它在室温下就是可以凝固的，但是夏天肯定是要在冰箱冰镇一下会更好吃。对了，刚刚我不是有跟你们说我比较喜欢它那个碎裂感吗？可以给你们这样体验一下啊，就是琼脂它凝结出来的这个豆腐，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硬，但其实你挖下去的时候，它会一下子裂开，就是它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，好像整个会碎裂掉，而不是那种黏黏的口感。这种口感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夏天吃的，因为会给人一种格外清爽的感觉。那希望你们也喜欢了。YouTube 的观众你们好。如果还想看我做什么菜呢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哦，每周3都会有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